关注最新资讯，把握经济脉搏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本期主要内容：日前，东莞市住建局发布了2022年3月东莞市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。3月东莞新房成交量环比大增190%，房价相比2月份涨了近5000元一平。对比广州、深圳、惠州等大湾区其他城市，简直太魔幻。5月初，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再发公告，对3线房作出明确规定，多房源在建，未来或可半价买新房。据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最新数据显示，新建商品住宅3月东莞全市地面建筑层数超过4层的房网签共2468套，环比2月大幅增加190%，同比去年3月增加13.6%，均价为28023元每平米，环比上涨21.5%，同比去年3月上涨22.5%。全市成交分化明显，10个镇街成交超100套，近50%镇街月成交不足30套，其中5个镇街月成交个位数，2个镇零成交。横沥镇以377套位居榜首。房价方面，3月东莞有10个镇街均价超过3万一平，分别是南城、东城、长安、虎门、万江、大朗、凤岗、后街、大岭山、道教、长沙。其中，南城以47708元每平米均价成为最贵区。3月东莞二手住宅网签仅631套，6.41万平米，环比2月增加55.8%，成交量连续6个月低于1000套，处于历史低位水平。网签均价约18368元每平米，环比微涨2.0%。而在7年前，在松山湖买别墅首付只要19万起，均价9980元一平。现在锦绣山河最新的成交单价在6万一平左右，19万怕是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了。松山湖房价的变化正是东莞房价的一个缩影。2015年至2022年可以说是东莞的高速发展期，东莞的高楼起码多了1倍有余，数座地标拔地而起，当然房屋价格也在发生变化。一个很现实的对比，从2015到2021年，东莞的房价从9783元一平上涨到29242元一平，涨幅199%。这7年里，东莞楼市一共有3个里程碑式时间，分别是2016年、2019年以及2021年10月。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16年，当时东莞整体房价冲破了1万，为13830元每平米，涨幅高达40.8%，可以称之为东莞楼市元年。从当时的媒体报道也能看出，东莞一跃成为广东涨幅最大的城市。原来是当时隔壁深圳楼市单价由3字头跳至5字头，在轻轨、高速公路等交通条件改善的大前提下，深圳客疯狂涌入东莞，林深片区均价率先突破了1万一平。随后，东莞出台了限购政策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深圳客户的购买。当时，某媒体评论区高赞评论就表示，房价不会跌，不要太幼稚了。在2016到2019年这个阶段，东莞的房价则一直维持在每年约2000元一平的增长幅度内。从2017年开始，东莞就迈入了新1线城市榜单中，且大湾区1小时都市圈正在提速中。第二个时间点则是2019年，19年6月份，东莞房价突破2万大关，此后的3年，东莞房价开启疯涨模式。19到21年间，在东莞新房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，地王频出，3年间均价从2.1万每平米直接飙升到2.9万每平米。东莞楼市助推因素有很多，主要是开发商及卖家捂盘，深圳疯狂来客及房企抢地等。一边是热点片区捂盘惜售，放盘则价格跳涨；一边是房企抢地热潮，几乎场场都是土拍盛宴。当时凤岗的2宗宅地的溢价率分别高达128.6%和237.5%。且据相关数据，2020年东莞25%的购房客都来自深圳。同样，在这个疯涨的时间段里，东莞发布了史上最严厉的销控政策，二手房纳入限购、管8条，法拍房纳入限购等，堵住了外地炒房客进入东莞楼市的大门，以及增值税2改5等。2021年10月，东莞还跟随深圳的步伐，建立了二手房指导价机制，
公布了热门的218个小区二手房的参考价格，而东莞也较早给出了共产房的方案、三线房试点方案。2021年9月以后，东莞楼市基调一变，多项调控政策出台落地，起涨的大环境没了。以房住不炒为主基调，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里，东莞的房价从一路高歌到缓缓落幕。再来细化看每个镇街的情况，近10年谁涨得最猛？是不是买在哪里都赚爆了？事实上，各个区域都有涨幅，但是涨幅差距比较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15年东莞还没有片区划分的概念，像城区、松山湖等6大片区的划分是在2017年提出的。由此，资源逐渐向城区集中，城区建设正在提速。2015年时，各镇街房价相差不大，几乎都在6000至8000元一平的范围内，一套房总价大概就在50万到60万左右。从7年长跑来看，城区都比较稳，关城、万江、南城更是以524%、516%和418%的成绩承包了前3名的宝座。不过，东城的整体后劲确实比南城要弱一点。当时的虎门长安也崭露头角，房价大概8000出头，如今翻了近4倍，长安更是超过了4万。毕竟是东莞最强的2大经济重镇，还靠近深圳空港、广州南沙、深圳前海等炙手可热片区，发展空间巨大。另外，像寮步和大郎等松山湖外溢地段也取得不错的成绩，从7000迈向3万以上，整体涨幅高达300%以上。长平跟樟木头等地没有什么外溢客户，则更多凭借东莞整体涨幅带动。而一开始就凭借客户群外溢的邻深片区，像凤岗、唐厦、黄江等，虽然早早的站在起跑线上，但是涨幅并不大，7年间只涨了81%、145%等，并且随着后继供应过多，更多转向本地消化。今年邻深片区也在强烈呼吁放开限购中。回过头来，不禁唏嘘，发现当年买一套房的钱，现在可能连首付都交不起。无论在哪个时间段，都会有人觉得房价过高。2016年第一轮周期，全市均价1.3万的时候没入手，现在等到3.5万再入手，确实是跑输了。狂欢的背后，绝大部分房企面临着巨大压力，购房信心持续低迷，销售去化艰难，住房库存节节攀升。进入4月，多数房企先走唯快战略，积极推新，一波供应小高潮到来。被积压了大半年的购房需求也逐渐释放，购房者看房热情稍有提升。业内预测，东莞楼市将在2季度快速回暖。近日，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，对3线房的审核配售申购对象、分配方式、申购流程、规划建设、销售模式以及产权登记等相关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。根据上述文件，3线房包括限房价、限地价、限销售对象，是指政府投资或提供政策优惠，按照有关标准筹集建设，限定套型面积，限制使用范围和处分权利，实行政府与承购人按份共有产权，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东莞市无房家庭供应的保障性住房。目前，东莞在长安、虎门、凤岗、唐厦、大郎等5镇试点的5个3线房项目正在建设中，预计将供应超过4000套房源。其中，大朗的3线房花园项目去年4月已完成备案，预计明年底交付。从东莞3线房的内容看，其实和共有产权住房的内容是相似的。不过，在认购对象方面有一些重要约束，即无房、本地户籍或养老保险缴纳、学历或职称、限购1套等要求等。但此类门槛能够较好地保障相关就业者的认购权益和认购机会。在如此利好条件下，哪些人才可以购买3线房呢？根据公告显示，3线房的承购人需要有配偶或共同生活子女，承购人及其配偶、共同生活子女在东莞市均无自有产权住房，且申购前3年内在东莞市没有住房转移登记记录，或具有东莞户籍且在莞累计缴纳养老保险满3年，或不具有东莞户籍但在莞累计缴纳养老保险满5年，与3线房销售区域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并逐月缴纳养老保险满1年。此外，3线房交付一定年限后，在缴清购房款及税费后，承购人持代持机构提供的书面证明，
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，共有产权住房变更为市场化商品房。而且，承购人满足限定条件时，可在购买政府持有份额时可享受折扣优惠，即承购人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5年且入户东莞满3年的，承购人可按届时市场评估价8折一次性购买政府持有份额。在房价高企的1线和2线热点城市，共有产权房的规划和入市，为新青年居住提供了保障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欢迎订阅并分享，我们下期见。